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俄麦美学的拽姐啊，今天要给大家去讲一下剪贴甲片服帖角度的一个理论剖析。那么首先啊，我们做贴片延长甲，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询问顾客他想要修什么样的形状。那比方说图片中我们有6种形状，你要问他你最终想要修什么样的形状，然后我们再确定一下他想要做多长、做多短。因为形状跟长短决定了我们贴片的第一个步骤如何去贴。以椭圆形为例，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图片当中的辅助线能确定几件事情。指甲从甲廓柱生长出来的地方叫起始点，然后我们指甲的长短结束的地方叫收尾点。那么刚才我所说的，先去确定它要做什么样的形状。看图中是标准的椭圆形，那么椭圆形就决定了我们起始点跟收尾点，它是在一个水平线上。那么基本上所有的指甲甲型，如果你的收尾点低于了它的起始点，就会造成一个下钩甲的感觉。所以我们的收尾点是甲型来决定了它的高低。好，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方形，那么我们的收尾点是可以在水平线上上方去做移动的。然后我们看虚线处，这是一条侧直线，就是我们从 AB 点延伸出来的线。对，我们先去明白这几个关键词。好，然后我们经常指甲修飞的原因是什么？来看啊，图中指甲延长出来的部分，看大概1/2处左右，就是我们做变形的地方。那么这个点我们管它叫做变形点。好，从变形点到指尖去做弧线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我们指甲修飞的一个情况。同样的，如果你想你的甲面看起来更宽一点、更圆一点，我们可以使变形点向指尖处移。如果你想做一个杏仁形、更尖一点的形状，我们可以使变形点向 AB 点处靠近。但是所有的前提条件是你的收尾点要是正确的，你搓条的摆放角度要是对的，不可以使 AB 点形成一个缺口，以免造成最后甲面的不持久、不牢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以椭圆形为例啊，先去讲上翘甲如何去具体的实操。首先，一个上翘甲，我们先去把它多出来的部分去做一个修剪，减少它一个上翘的面积，把它修剪掉。然后我们去找到第一个关键词，起始点在哪里啊？那就是我们指甲从甲廓里长出来的地方，对，红点的地方就是起始点。我们要去做一个椭圆形，那起始点跟收尾点是在一条水平线上，所以我们先去想象它有一条水平的辅助线。好，然后第二步我们去找到收尾点在哪里。收尾点是如何确定？就是通过询问顾客做什么样的形状，做多长、做多短来决定的。以蓝色线条为例啊，如果你的顾客就做这么长，好，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收尾点具体的地方，对，就是它交叉的地方。来，接下来啊，如何去做服帖呢？让你的甲片跟收尾点是一条线上的，拉一条直线。那么我们 C 弧甲侧面看起来是平行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还要包裹住 AB 点，所以我们选甲片的时候要选的大一点。我们服帖侧面的 C 弧甲是不是这个样子呀？最终的一个侧面的形态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做上翘甲要往下压的去服帖。那么我们贴好之后，如何去做一个修形呢？看，先去把侧直线找出来，那么侧直线就是从 AB 点平行出来的一条直线，对不对？然后找到我们要去做的变形点，变形点大概是我延长出来部分的1/2处。大概就是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弧线，定我们的高点在哪里啊？看高点椭圆形为例，大概是整个甲面的1/3处，大概就是这个位置。那你看，我们去把它进行一个连接，从左面起始点经过高点，然后缓慢的向下做弧线。那最终可能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这样的形态啊，我们去擦一下，看是不是把它都擦掉了。最终我们想要一个这样的形态。那么我们接下来讲的是下钩甲如何去操作了。我们先去做一条辅助线，拉出来，然后我们去决定它的长短。以蓝色线条为例，我们做这么长，好，然后
我们确定好收尾点之后，就可以确定我们的甲片贴合的一个角度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看从开始往上抬，对不对？接着基本上是这个形态。来，这是我们甲片的一个角度。好，那么侧面我们就要修剪成这个样子，把多余的贴片去给它剪掉。那么修行如何去修啊？还是我们就要做一条，我们从 AB 点延伸出来去做一条侧直线，去拉一条侧直线，哎，再延长出来大概1/2处做变形。然后我们找高点，然后再慢慢的滑下来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啊，把多余的蹭掉之后是什么样子的。最终啊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。那下钩甲我们就矫正完成了。我们通过自己再去磨一下形状，再去整体润滑一下这个形状。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方形，看我们如何去找收尾点在哪里。做蓝色线这么长的距离。那么方形基本上我们的收尾点要跟它高点是一致的，那我们就可以从服帖的时候尽量的让它去变高。好，然后侧面看是平行的，把多余的地方剪掉。好，来接着看我们修形如何去修。那方形就很好修了，来看啊，就是拉出 AB 点直直的一条侧直线。那么最终我们铺胶之后想要的一个形态是从起始点找到高点，好，然后我们到指尖做一条直直的平行的线就 OK。那最终我们想要的可能就是这个样子，对，这就是一个方形。好，那么说了梯形如何去做，来看梯形，我们也先决定它的收尾点在哪里。那么其实梯形跟椭圆形的标准差不多是一样的，那它的收尾点也跟起始点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，但是每个人喜欢的标准不一样，你可以让收尾点往上抬，往上移，你可以让梯形的收尾点变高。对，好，比方说我们先去做一个高一点的梯形，那么我们收尾点定到这个位置。好，同样的上翘甲还是要下压着去贴，对吧？我们越下压着贴，我们正面看起来的宽窄就越瘦。好，来平行的地方包裹住它的 AB 点，侧面看起来是这个形态，画一条弧线，这是它的一个侧面形态。好，那么修形如何去修？梯形如何去再去修？好，还是同样的道理。好，我们先去拉出一条侧直线。那么梯形的变形点我们从哪里找？其实它就是从 AB 点出来，然后缓慢的到指尖的一个角度，缓慢的到指尖去拉出一条直线。然后我们可以通过铺胶找高点，然后从高点向指尖处，慢慢的滑落。好，是这个样子，把多余的擦掉。那么我们的梯形侧直线可以是平行的，平行的时候我们的收尾点就要向下一点，也可以从 AB 点缓慢的向指尖过渡。那我们知道了一个甲片的收尾点的角度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选甲片的大小了。但是我们会遇到以下其中2种情况。首先，如果你遇到是一个比较扁平扇形的指甲，那么你们去选甲片的大小的时候，会发生一个这样的状况，就是上面最宽处包裹住了之后，下面变成了小蛮腰的状况，那这种状况是不对的。我们要怎么去解决？去选一些甲片再大1号或者2号，让下面看起来是直的，不可以是小蛮腰的状况。然后我们去把两侧多余的部分放到搓墙上，像这样一样啊，去把多余的磨掉，保证我们去做服帖的时候，两侧的甲片不会过大，影响到我们服帖就可以了，是这个样子。还有，我们可以通过去把它 C 弧变得没有那么 C。为的就是使甲片的弧度服贴上你本甲的一个弧度。那么如果遇到很卷的指甲，就是指尖的视角 C 弧很 C 的这种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去稍微去捏一下它，让它更 C 更卷，目的都是为了让甲片的弧度更贴服本甲的一个弧度。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定点服帖法如何操作。先以上翘甲为例，首先我们只需先取少量胶水放置甲片边缘处，然后甲片沿着游离缘向下滑行至合适位置，手指轻抬进行服帖。好，我们侧面看一下角度，沿着游离缘滑行至合适位置，轻抬手指进行服帖。
这样做我们可以使透明甲片更干净整洁。保持15秒至30秒左右，等待胶水彻底固化之后，我们再松手，以免甲片松动产生气泡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去检查甲片的大小是否合适，角度是否合适。如果不合适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轻松撕掉，只把中间定点处去进行一个打磨。那么如果甲片稍微大一点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利用剪刀进行修剪。记住，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剪，千万不要剪少了，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甲片包裹住了 A、B 点。接着我们开始补胶水，取胶量要少一点，一点一点的补。好，然后我们看是否填满，不够我们再点一点点。这个时候用左手从下往上去服贴，看胶量是否够，不够我们再轻点一点点。好，摁住，彻底等它固化之后，我们再松手。多余的胶水我们可以利用硬棉片去把它吸掉。然后检查，如果有粘连，我们去把它做一个分离。右侧我们还是同样的方法，去少量胶水去服贴。好，然后用手指从下向上按压，等待胶水彻底固化，再松手。还是多余的胶水用棉片去吸掉。好，上翘甲我们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下钩甲如何操作。那么下钩甲我们就不可以沿着游离缘向下滑了。首先还是要取适量胶水放到甲片边缘处，我们要把甲片抬起来悬着，对照着中心线慢慢滑到合适的地方，我们有一个向下放的动作。好，我们侧面视角来看一下，悬着甲片，然后慢慢向下放。这个时候我们甲片其实是有意识的要抬高，所以我们要向下放的时候要保持你的甲片是平的，不是向下压的感觉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我们避免后期指尖补胶水造成甲面的不整洁。同样还是彻底固化之后，我们再松手，进行两边补胶水的操作。还是我们少量多次的去进行一个胶水的填补。然后我们用手指从下至上去做一个服贴。这个时候把多余的胶水去吸走。好，这个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啊，你在补胶水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胶滴就浮在指甲上面，它没有进到缝隙里面去，怎么办？好，像这样，假设上面有胶没有进去，你就可以这样松动它一下，让空气出去，让胶水进去。好，然后接着把右侧去填胶水，还是少量，先滴一滴看看够不够，然后还是手指从下向上，摁住。彻底固化之后再松手。那么总的来说，定点贴法的好处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个试错的机会。贴错之后，我们可以轻松撕掉，不会过度的伤害到本甲。那么对于新手小白来说，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